你吃过脑子吗？有些人喜欢吃猪脑，有些人喜欢吃羊脑，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件当中，凶手喜欢吃人脑。他在短短的1年的时间里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12条无辜的生命，而他每一次行凶的终极目的，竟然都是为了掏出受害者温热的脑浆，然后吃下去。大家好，我是海岩，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93年的秋天，地点是黑龙江哈尔滨。1993年9月13日的清晨，哈尔滨动力区朝阳乡的一处垃圾处理厂，空气中弥漫着垃圾腐烂的酸臭味。一个常年在这里拾荒的大爷正弯着腰在垃圾堆里翻找着能换钱的废纸箱和塑料瓶。突然他的眼角余光瞥见了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的编织袋，大爷心想这个袋子里说不定就有什么好东西。他走上前用力扯开了这个编织袋的口子，下一秒一股远比垃圾腐臭味更加浓烈更令人作呕的血腥气息扑面而来。大爷低头一看这个袋子里露出来的竟然是一截惨白的人类的胳膊，断口处的肌肉组织翻卷着，已经有一些腐败发黑了。大爷被吓得是魂飞魄散，妈呀一声大叫，扔掉了手中的袋子，连滚带爬的冲下了垃圾场，跑到了附近的电话亭报了警。警方很快就赶到了，并且封锁了现场。法医呢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检查着那个编织袋，袋子里面只有4只，切口粗糙，不像是专业手术所为。随着搜索范围的扩大，警方在垃圾场的其他角落里又陆续地发现了几个同样的黑色的编织袋，里面装着的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躯干和头颅。警方的法医团队连夜加班，把这些已经腐败的散发着恶臭味的碎块一块一块的拼凑起来。当拼凑工作初步完成之后呢，所有在场的警员都感到了一阵头皮发麻。这些碎块竟然拼凑出了整整5具身体，其中呢有2名是成年的男性，3名女子。法医通过骨龄和指骨的连接面的特征来推断呢，这5个人的死亡时间并不相同。其中一对30多岁的男女大约是死于2个月之前，而另一对40多岁左右的男女和一个看起来只有10来岁的小女孩，他们的死亡时间大约是1个月之前。是什么样的凶手会如此残忍的手法来取走受害者的脑子？凶手要这些脑组织要做什么呢？确认了死者身份是破案的第一个要务这时呢，一位细心的民警突然想起了一桩旧案子。就在1个多月之前，辖区内呢曾经有一个男子来报案，说他的哥哥、嫂子和侄女一家3口离奇失踪了。失踪的男子叫做李健，42岁，在街边开了一家照相馆。他的家人去照相馆里去找，发现店门紧闭上面还贴着一张暂停营业的纸条。警方呢当时就仔细勘察了李健的住所，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也没有什么血迹，加上当时也没有什么直接证据，只能先按照失踪人口来登记。但是呢，当时的民警把李健的一家的年龄、人数和垃圾场发现的一家3口40多岁左右的男女和10来岁的女孩这一特征一对比之下呢，心里不禁咯噔一下。经过李健的弟弟来辨认虽然这个尸体已经腐败肿胀，但是呢，从残存的衣着和面部的轮廓特征，他就确认了这3个受害者正是他的哥哥李健、嫂子和年仅13岁的侄女。这一确认让案件瞬间就升级了。凶手不仅残害了李健一家3口，还取走了他们的脑组织，手段之残忍明显超过了普通的仇杀或者劫财的范畴。警方猜测呢，凶手和李健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极深的矛盾。警方呢就立刻围绕着李健的社会关系展开了走访。然而呢，一位邻居的提供的一些线索引起了警方的高度注意。这位邻居回忆说，在李健一家失踪的前一天晚上，曾经听见李健和隔壁的一家烧烤店的老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起因呢是烧烤店的生意太好了，老板把几张餐桌摆到了人行道上，恰好呢就堵住了李照的照相馆的大门。不仅如此而且这个邻居们还抱怨说，那间烧烤店的绞肉机总是在半夜里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吵得整条街都睡不好觉。李健呢忍了很久，终于那天就爆发了。他冲出去指着烧烤店的老板的鼻子就破口大骂。邻居说，当时那个烧烤店的老板脸色阴沉的滴出水来，虽然没有还嘴，默默的把桌子给搬了回去，但是那个眼神看着就让人害怕。那个烧烤店的老板的名字叫做侯凯。
警方立刻就决定传唤侯凯到局里问话。当民警赶到侯凯的烧烤店和他的家中的时候，却发现早已经人去楼空了。店内呢，后厨的灶台上甚至还煮着一锅没来及收拾的汤，显然是走得很急。侯凯的突然失踪让他的嫌疑指数级的上升。然而90年代初的侦断手段是有限的，没有监控，也没有什么手机定位，一个有心要逃的人短时间内是很难被找到的。就在警方在抓捕侯凯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个极其偶然的报警电话给案件带来了转机。一个村民带着他8岁的小儿子，提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急匆匆地来到了公安局。那个村民脸色铁青地告诉民警，他说他儿子昨天在村口玩耍的时候，看见了村里的侯凯推着一辆盖着黑布的3轮车经过，因为路太颠簸了，然后3轮车上面就掉下来一块长条形的肉。孩子就非常好奇捡起来之后呢，就带回了家里。这位村民呢，以前在屠宰场里干过，见过各种各样牲畜的肢体。当他看见那块肉的第一眼浑身的血都凉了。那哪里是什么猪肉羊肉呀，分明就是一条人的手臂。这位村民被吓得一夜都没睡第二天一早就带着那块手臂和自己的儿子来报警了。有了这条线索呢，警方就立刻申请了搜查令，对侯凯的烧烤店和住宅进行了滴水不漏的搜查。推开烧烤店后厨的门，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混合着调料的味道扑面而来。墙壁上、天花板上布满了星星点点、大片大片喷射状的血迹。在后厨的操作台菜板的缝隙里法医提取到了少量的人力组织。在储藏室的角落里堆放着大量与抛尸现场一模一样的黑色的编织袋。随后呢，警方来到了侯凯的家中，在厨房的柴火堆的深处民警翻出了一把用旧布条缠绕着把手的一个斧子，斧刃上呢还沾满着暗红色的血渍和细锐的肉渣。侯凯这个人是没有小孩的，警方却在他的卧室的衣柜里面发现了许多小孩的衣服。经过 DNA 对比，烧烤店以及斧头上的血迹正是李健一家3口的。至此呢，铁证如山了，侯凯就是那个残忍杀害李健一家的恶魔，并且他极有可能就是连环碎尸案的制造者。警方断定侯凯仓皇出逃，没有来得及带走所有的东西，他极有可能还会潜回家中来取钱和销毁证据。于是呢，警方就在侯凯的家的附近布下了天罗地网。2天后的一个深夜，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果然翻墙进入了侯凯的家的后院里，埋伏在一边的民警一拥而上，将其死死地摁在地上。而这个人呢，正是侯凯。经过长达5个小时的审讯，侯凯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他不仅交代了杀害李健一家3口的罪行，还语出惊人的供述他说除了李健一家，他还杀了9个人。而且呢，每一次杀人他都会用斧子凿开头颅，挖出里面的脑浆，然后呢，将脑浆就着酒一口一口的吃掉。那么侯凯为什么要吃掉人的脑子呢？侯凯讲述一切都要从他年轻时坐牢的时候说起。侯凯1959年出生，哈尔滨本地人。19岁的时候呢，因为盗窃诈骗入狱4年。出狱之后不思悔改，1985年再次因为诈骗5万元巨款被判刑12年。在第2次服刑期间呢，他因为身体不好，性格又孤僻，经常被同监室里的狱霸欺负。长期的焦虑、恐惧和压抑让他患上了一种极其严重的头疼病。那种疼呢，根据他自己的描述，就像是电钻在颅骨上不停的转，太阳穴突突的跳整夜的睡不着。他出狱之后呢，跑遍了哈尔滨的各大医院，做了各种的检查，但是医生呢都找不到是什么原因。在1992年他获得了假释之后呢，他靠着私藏的2万多块的赃款开了一家烧烤店。虽然日子表面上稳定下来了，但是头疼依然如影随形，让他生不如死呀。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一个街头摆摊的江湖郎中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阁下之所以头疼是因为脑子出了问题，你应该吃啥补啥，吃点动物的脑子来补一补。这句话呢，在正常人听来就是纯属无稽之谈扯淡嘛，但是对于被疾病被头疼病折磨的丧失理智的侯凯来说，这简直就是救命稻草呀。他开始琢磨了，猪羊智商都太低了，太笨了，吃了他们的脑子，别把自己给吃傻了。而狗的脑子呢，狗吃屎太脏吃了恶心。动物里面就属猴子最聪明，又有灵性，这个不错。但是猴子比较稀有，国家保护动物想吃它也没地方吃
想来想去呢，他脑子里冒出了一个邪念，人也是动物，还是高级动物，要想治好我的脑子，吃人的脑髓效果岂不是最好呢？这个邪念一旦生出，就再也压不下去了。1992年的8月侯凯开始了他的罪恶的治疗计划。他以烧烤店招工为名，开出了每月600元的天价工资。在那个普通工人的月薪只有100-200的年代，这个薪资是极具诱惑力的。侯凯特意挑选了那些看起来精明强壮，又是独自一个人在哈尔滨的外地人。他认为这种人的脑子才补，而且呢，外地人失踪了也不会有人穷追不舍的去寻找。第一个受害者呢，是一个叫做刘二勇的打工者。侯凯假装热情招待他来喝酒，在刘二勇酩酊大醉之后呢，侯凯绕到了他的身后，抄起了藏好的斧子，对准他的后脑勺，用尽全力砍了下去。几下之后呢，刘二勇就没了气息。侯凯随后就劈开了头颅，像吃豆腐脑一样的把里面的脑浆就挖了出来，丢进锅里煮熟了，然后蘸着酱油一口一口的吃了下去。或许是心理暗示的作用，吃完之后呢，他感觉头似乎真的就不疼了。从此呢，他便一发不可收拾就迷恋上了这种血腥的治疗方法，同时也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他用相同的手法呢，在劳务市场接连诱骗了多名外地务工人员将他们杀害之后开颅取脑。发展到后来呢，他甚至就不满足于去煮熟了后期就开始直接就生吃了凉拌。更可怕的是，他渐渐迷恋上了这种杀人的感觉，哪怕头不疼了，隔一段时间不杀人，他浑身难受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店里的员工李某下班东西忘了拿，于是呢回去拿东西，结果呢在店门口就发现老板侯凯鬼鬼祟祟的，手里呢还拿着2个很大的黑色塑料袋。好奇之下呢，这个李某呢就远远的跟着侯凯，一直走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点上了火，开始焚烧一些东西。员工李某呢想过去帮忙，走近了之后，他才看到烧的那堆东西里面还有一些是人的手和脚。李某当时就被吓傻了，愣在那里。当时呢，这个侯凯也没有带刀，也没有带斧子这些工具于是呢就捡起石头将李某活活给砸死了，然后呢将对方的面部给砸烂了这样谁都认不出来了，然后把他给抛尸荒野。由于李某是外地人面部又被毁了，警方一时呢也没法确认死者的身份，案件呢就再次陷入了僵局。这次意外呢并没有让侯凯收手，反而让他变得是变本加厉，更加的疯狂呀。他不仅仅要杀害陌生人了，甚至将屠刀伸向了自己的朋友和邻居。侯凯呢有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有一天这位朋友带着自己的妻子来找侯凯，3个人一起吃饭。这饭呢吃到了一半，朋友到街上的公共厕所里去方便，侯凯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之下，非说朋友的妻子对朋友不忠，2个人就发生了争吵。侯凯用斧子将朋友的妻子给砍死了。等那位朋友回来之后呢，侯凯又把那位朋友也用斧子给剁了，并且吃掉了脑子。可以说侯凯这时候已经是疯狂了。之所以要杀掉照相馆老板一家呢，是因为还有一件事。有一次呢，这个侯凯在公园里看到了一名女子对方长得很漂亮，这小子呢就去骚扰对方，这个女孩就害怕，就喊叫呀。这时呢，来了一个男子，大喊一声：“住手！放开那个女孩！”这名男子呢，就是开照相馆的这个李健。李健呢，长得人高马大，上前就将侯凯给揍了一顿。之前2个人就因为店铺前摆桌子的事有矛盾，这次呢，让李健又给揍了一顿新仇旧怨之下，侯凯就记恨上了这个李健，想要干掉对方呢，但是对方武力值太高，自己又打不过，于是呢，他决定来软的。回家之后呢，侯凯就带着水果礼品到李凯的照相馆里道歉。他说是自己不对，那天呢自己喝多了，多亏了李哥打了我一顿，才没有让我犯下大错呀。李健一看对方这么说，自己也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毕竟把人家给打了嘛。接下来呢，2个人相谈甚欢，就成了好哥们儿这里的好哥们儿是加引号的好哥们儿。后来呢，侯凯就邀请李健到自己的烧烤店里喝酒。等李健喝醉了之后呢，侯凯就故技重施，用斧子杀害了李健，吃了脑子。之后呢，为了灭口又将李健的妻子和孩子诱骗到自己的烧烤店里杀人吃脑。侯凯不仅杀了自己的邻居和好朋友，就连自己的新婚妻子他也不放过。
侯凯的烧烤店开得不错，人挺多，其中呢就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顾客经常来。侯凯看人家长得漂亮啊，每次呢都给这位姑娘打折，两个人一来而去就熟悉了。后来呢，两人就谈起了恋爱，最终结婚。烧烤店呢就变成了夫妻店。结婚没多久呢，他的妻子就得了妇科病啊。大家这个结过婚的人都知道啊，就结婚之后的女人，很多人在一定几率上就容易得妇科病，这是正常的。但是侯凯呢，他认为自己的妻子出轨了，既然你对不起我，我就留不得你了。结婚仅仅4个月啊，侯凯就将同床共枕的妻子给杀害了，吃脑肢解。前面说过了，那名村口的小孩看到侯凯骑着3轮车，从车上掉下来一个人的手臂，那个手臂呢就是侯凯妻子的。从1992年8月第一次犯案到1993年10月被捕，在短短的1年多的时间里，侯凯一共杀害了12个人，并且挖出了其中多数人的脑浆。1994年，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并且作出了判决。侯凯因为故意杀人罪、故意毁坏尸体罪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一句荒唐的迷信引出了一个吞噬12条人命的恶魔。侯凯的悲剧始于病痛，毁于愚昧，终于疯狂。他本可以去求助于真正的医学，却选择了最血腥、最残忍的捷径。这不仅断送了自己的人生，更让10几个家庭陷入了永远的黑暗。好了，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别忘点赞。这里是海岩说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